所以你看，我們不一定要去追什麼風口上的錢啊，股票的錢哦，又多又快又猛，沒錯，可它賠起來還是很兇啊，就這樣。那如果你是持有這種東西哦，持有股票這種東西，然後部位稍微大一點，可是是你多年的血汗錢，就會導致你睡不好覺的話，不太安心的話，那你就不適合，就是這樣。那怎麼做？不如慢慢存哦，慢就慢，沒有關係，至少你會很明確的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存得到錢，上得了車，買得了房。房貸一族拼買房 ，all in 台積電還是股房雙刀流，60萬加月投3萬的5年配置攻略。先說結論哦，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嘛，這樣風險太高，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台灣人買房也有貧富差距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5年後買房該 all in 台積電嗎？這是我們來聊一個新聞哦，標題我念一下：5年後買房月投3萬，該全押台積電嗎？網券轉穩定資產。那內容是這樣。就是這位網友他已經很明確的知道說他5年後是要買房子的，然後他手上現金60萬跟一些 ETF， 那每個月還可以額外加碼3萬。好，那現在台股不是噴到2萬8嗎？我現在拍的當下是2萬8以上哦，還是說我剪完等到你看到這支影片已經崩下來，這我不知道，還是漲上去都可能嗎？那大家的股市就賺很多嘛，所以他就問說，那這樣是不是說那我就直接 all in 台積電就好了哦？那之後就是有錢就放台積電哦，等5年以後再把錢從股市裡面拿出來，一定可以買房子這樣。好，那底下當然是各種討論啦，有人就跟他說快上車，有人跟他講說你還是買0050比較安全哦。那也有人怎麼樣，就是沒差啊，你怎樣你他媽開信貸哦，通通融資就給他融下去，全部 all in 台積電，不用怕哦之類有的沒的。這邊先暫停一下，我先問你，如果是你的話，你會怎麼做？就是你已經知道你5年後這個錢會有明確的用途哦，會被消耗掉。像他是要去買房子嘛，那你現在要怎麼配置哦？我的建議是說，選擇風險最低的路。就是說你已經知道5年後你要買房子了，那首先你要確保的就是什麼？就是你的錢在5年後還可以完整的拿出來，你不要受到有的沒的哦，比方說一些侵蝕本金的行為，讓你以後拿出來。拿是拿得出來，但是不夠買房之類有的沒的，或是說你去做了一個什麼簽約的動作等等，讓你之後的錢卡在那邊。例如說你又遇到川普哦，又再來是血腥7日，那時候應該是不會啦，因為5年後川普應該已經下台了。好，但是你也不知道誰會接川普的後手嘛。現在呼聲最高的是那個范斯嘛，副總統，但是幾年後的事情誰知道？我要表達的是，台股現在好，你現在看台股是現在好哦，是美股好，那就認為說它會持續好，未來5年這種判斷極端危險，就真的很危險嗎？這也不用什麼股市高手來看啊，這個5年後的台股誰說的準哦？你看這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美國經濟撐不住了，驚爆22週現衰退，2大洲若崩潰全面溺水。那內容就是在講說，美國已經有22個州陷入經濟衰退了。如果加州跟紐約惡化的話，就會直接爆掉。就是現在很多人都在大吹特吹川普有多屌啊之類有沒的，但美國也不是每一州都很強，只是加州太強了跟紐約很強這樣，光這2個地方就佔了 GDP 總量的 20%。你看他們有多少州？那加州就是美國矽谷啊，跟現在的 AI 風潮啊，那紐約就華爾街嘛，所以相對來說風險還是很高的。那你要知道，穩健的配置最安全哦。如果我是元波的話，那我就會選擇更穩健的配置。例如說，這個60萬拿去買台積電，然後之後的錢加碼的錢我拿去買0050之類的。我要表達的事情是，雞蛋還是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甚至你也可以怎樣？因為你有5年的時間，那你要不要考慮說錢直接進房地產，看怎樣湊一湊，先買一個2房來出租。反正你說每個月可以加碼的錢有3萬嘛。你這樣申請房貸應該是沒有問題，收支比也算得過。那只要記得你就1年要出租，你就不能用新青安哦。買的房子化妝一下，拉拉租金，租個5年哦，吃到漲幅以後再賣掉。那如果你手上有剩錢的話，還是可以再進股市嘛，想進就進嘛。這樣的配置會比較的穩健一點啦。
至少我們這2年也看得很清楚了，你房子只要不亂挑的話，要賠售有點困難哦。當然，就政府打房會有人受傷，但是等到你受傷也是很後面的事情。最後你要知道，同時配置股跟房最安全。然後我要強調的還是說，不管你最後進的是前進房市，還是要前進股市，還是說一半房市一半股市，我不知道哦，3/7分之類的都可以。但是你要記得設定好出售的時機，不要說又股市大好捨不得賣，房價再漲又怎樣又怎樣。你問我的話，我當然是建議你先買房啊，再說了。你先買房，然後等幾年以後，你自然就有錢買股了。那台灣的房地產就很保值嘛，甚至也會隨着通膨去做增值的嘛。那你其實你要論短期的報酬率，房子絕對輸，絕對輸，這也不用討論了。就股市可以創造短時間之內的暴富神話，房子真的沒辦法。房子就是穩健啊，防禦性的資產啊，所以也不用分說什麼買股票跟買房子哪個 CP 值更高哦。就是其實你的買股票或買房子的這個行為啊，都是你對台灣的未來有沒有信心，就這樣而已啊。我也不相信說你把這個錢放在股市裡面滾5年，然後你就有辦法去滾出3間房子的現金可以買斷的錢，很難啊。如果你是這種少年股神的話，我說真的也不會上網發問哦，問網友。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早就哇，那你早就 UCC 了，你的房子或者是你的部位早就富可敵國才對。那同時投資房市跟股市的話，你就既不錯過股市的成長紅利，也能保有房市給你的穩健保底。我個人認為這是比較抗風險的做法。還是說你有更厲害的劇本，也歡迎留言分享。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了一位網友計劃5年後買房，然後想將每個月3萬的投資資金直接 all in 台積電的新聞。我先分析了不同投資會面對的風險，就是你就 all in 同一隻股票的風險，跟美國經濟可能的隱患，以及建議採取穩健的配置方式來想辦法去分散風險。那甚至考慮看怎樣提前投入房地產市場啊，用出租的方式累積資產。就不一定是你頭期款60萬你要上房地產的車嘛，你可以是比方說存一點以後再說。那你在中間存頭期款的過程中，我是建議就好好存錢，不要想說用存股票的方式來存到那個頭期款，多的是這樣想的人，那後面都爆得亂七八糟。這一波我們都有聽過。當然你不要看台股28000連台股28000還是有人賠錢的，這是會發生的嘞，不是說台股28000就是全國放煙火大家都賺錢事實上就不是這個樣子。所以股票它有超額的短期報酬的幾率沒錯，但是它的問題就是它會侵蝕本金的風險。那你是確定要買房的人，我是認為風險越低越好。好，那無論如何就是避免單一，就過度集中在單一的資產，就這樣。好，那看有沒有辦法透過增加自己的收入啊等等有的沒的方式，比方說下班去做點副業啊，學技術接案子啊，看有沒有辦法把自己配置成股房雙刀流這種東西，那讓你享受股市成長的紅利，那也能夠有那個房地產的穩定性在保護你。我個人認為是這樣。那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是原 po 你會怎麼做？ A 就不用想了，直接 all in 台積電。B 股房各半分配。 C 我都不做，我就直接硬存。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我剛看那個 YouTube 後台啊，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啊，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這樣我拍影片會比現在多很多的成就感。按了嗎？對，就是那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的那個訂閱。對，按下去。好感謝你的訂閱，好人一生平安。那長期觀眾也都知道，想要自產高雄中古屋要找誰？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就加這個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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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個 go。跟我說好友已經超過7000人了。那加了以後會一直 po 有潛力的房子，或是現在就已經被低估的房子。那想自產在台北也是有就找101肖店長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也跟我說有超過2000人加入了都不想加也沒關係，你還可以購買我的 YouTube 頻道會員來支持我。高雄房地產功課就給你抄那會員影片是在比較深入的解讀高雄地區，你根本連功課要怎麼做你都不知道的
然後能夠拉抬附近中古屋房價的重大建設跟民間大型投資案啊。會員片現在我還拍了阿元看房系列影片嘛，就真實認真去看一間房子，然後都不開濾鏡的，就跟你細細的分析說這間房子如果要買，那它自產的劇本是長什麼樣子，它潛力在哪裡，建設在哪裡。高雄真的很棒，自產機會一大堆。最後還是提醒一下，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哦。我們就合法長期自產，配合政府社會住宅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穩健的實現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目標才是正途。一起加油吧，在長期自產的路上，我就陪你一起往前走，走到70歲。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故事哦，講故事，跟你分享一位會員朋友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那這次的主角叫做阿華哦，阿華就跟我說：“哥，我也想買房子哦，但是頭期款好難存。你當初第一筆頭期款是怎麼存的哦？”我就跟他說：“哦，沒有啊，我就硬存哦。應該是這樣子講，就是我進去的時候，房地產哦，以我們年輕人的眼光來看，就還沒大漲。那以老年人的眼光來看，就是早就漲過幾輪哦。因為高雄還經歷過失落的20年，所以他們都覺得買房子不會漲。我說中老年人，當然現在又改觀了。那我進來的時候哦，還是滿地都很便宜的狀態，所以我硬存是做得到的。這個是時代的紅利哦。那你有抓到就有抓到，沒有抓到你要複製你也複製不來哦。他就覺得說怎麼可能哦，我在唬爛他，怎麼可能存得下來？所以他就說不然去研究一些投資工具好了哦。等到存到接近頭期款的时候，他再來問我。然後就過一段時間哦，大概有1年哦，那他回来賴我說他真的研究一輪，什麼股票基金 ETF 哦，甚至虛擬貨幣他也研究了。他不止研究，他還放了幾萬塊錢去做，但是他說他就覺得這些都看不太懂，然後想說本來無腦買0050好了，結果買下去沒幾年就遇到川普關稅暴跌啊，整個嚇到。幸好他那時候沒有開槓桿，所以就去歸着那歸到現在台股上28000，他還在歸。我就跟他說，照常理判斷是應該要加碼吧？你怎麼不加？他說他不敢，他怕到時候要買房的時候錢拿不出來。我就跟他說，你這樣子做就是沒有買股票的命啊。那你看你要不要做一些含金量高的副業？不是指車手詐騙哦，是說學技術去接案子哦，來讓自己多賺一點。他想一想，然後他說好，那。最後他跟我說他決定要去跑 Uber 哦，看人家跑 Uber 雖然沒有賺很多，但是也不無小補了，而且也不用擔心說股票暴跌還是怎樣。那以前討厭下雨天哦，但是 Uber 就是下雨天的時候還是賺錢比較多的時候。那從那天開始他就很少賴我了，說下班休息一下吃個飯就去開車，假日也開，反正有空就開就對了。那他上個月又賴我說，算了一下，他再跑個1年半左右，他就可以買房上車了。我就覺得不錯啊雖然他沒有辦法跟到明年新青安落日，但是卓奎嘛，行政院院長也說了嘛，會有新的方式來協助年輕人，至少他自己就可以估得出來很明確的自己的上車時間，比在那邊猜，比在那邊擔心受怕好太多了。我就跟阿華說好了，反正你也會買高雄，你到時候買在哪邊你遇到選擇困難你再來問我我再來幫你看一下到底是怎樣。所以你看，我們不一定要去追什麼風口上的錢啊，股票的錢又多又快又猛，沒錯，可它賠起來還是很凶啊，就這樣。那如果你是持有這種東西持有股票這種東西，然後部位稍微大一點，可是是你多年的血汗錢，就會導致你睡不好覺的話，不太安心的話，那你就不適合，就是這樣。那怎麼做？不如慢慢存慢就慢，沒有關係，至少你會很明確的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存得到錢，上得了車，買得了房。你最近在找室內裝潢公司嗎？我查到一個有趣的資料講給你聽，就是說民眾在找室內設計公司最討厭遇到的幾個狀況。來，第一個，設計師承包商收款後跑路，對嗎？這確實很糟糕，因為這等於是裝潢蟑螂，這就要打訴訟了。可是房子還是拆在那邊很討厭這樣。不過我知道有一家不會這樣，因為他幾千萬的門市，在家裝潢都是老闆自己買自己裝的有那個財務的實力。那現場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磚、挑板材的地方大門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話，也兜得了底都還賠得起。
第二點是施工不良，日後漏水。我都施工了還漏水，這也確實很麻煩，因為都住進去了嘛。那到時候為了要修漏水，可能還影響到鄰居搞得家裡又要變工地。不過我知道有一家不會這樣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託他們去做。那第三點是惡意追加費用，預算嚴重超支，這個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發生在那種跑單幫的設計師就他是先低價報價，然後把案子接進來，然後後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會感覺像被綁架一樣。這個我觀眾也反映過非常多這種情況。不過我知道有一家不會這樣，因為他們就做10幾年了那這個案例上跟那個施工上跟他的售後去看他的 Google 評論評價就知道了。你剛剛看到的畫面全部都是他們家以前施工做過的案例照片。接下來我都放完工後的照片給你看。先說結論台北市、新北市地區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們店在蘆洲，蘆洲開車30-40分鐘之內可以到的地區。那家裡要裝修或者自產的要裝修，就找這一家室內裝修公司先問問看。漢一室內裝修，因為我有認識老闆，那又加上很多雙北的朋友在請我推薦室內設計公司，雙北什麼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預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薦這一家漢一室內裝修。漢一陳老闆案件經驗非常豐富，他給我歷年來的施工照片，案場超過100場照片超過27000多張，我都不知道怎麼挑。那加這個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傳屋況的照片，初步談一談之後應該就會去丈量了室內設計是這樣就你找誰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騙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薦我信任漢一陳老闆。那你的房子要裝潢那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先加他們先去問一下。雙北裝潢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買房阿元推薦，總是比在外面亂找還要安全一點。現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漢一。